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民初奇人传，谭松韵人设固化，欧豪演技青涩，秦岚最为惊艳。近日，民初奇人传高调开播，这部号称陈凯歌导演首部担任监制的网剧，凭借超强的电影质感和话题演员吸引了一波人气。这一次，网友直言，终于能看到不一样的民国剧了。以往的民国剧不是描写爱情就是描写战争年代的家国情怀，但像民初奇人传这样的奇幻群像剧已经十分少见了。然而这部剧播出至今，网上的评论也呈现两极化，有人被其新颖的题材所吸引，也有人吐槽剧情一般。陈凯歌和欧豪在小荧幕上实现2度合作，呈现的效果究竟如何？民国时期，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华民初，意外邂逅了自称外八行的奇人异士，并且成了他们的领袖，目的是帮助外八行解散，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单看这个剧情结构，似乎有点男主逆袭的感觉，但实际上，欧豪饰演的华民初虽然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，但他有不俗的远见和洞察力，再加上其留学的背景，让他见多识广，在思想上也很超前。01，男女主都有无法逃避的 bug。虽然这部剧在设定方面确实很新颖，却也有不少落入俗套的地方。谭松韵在剧中饰演的溪水市一阳之主，虽然是从大山中来，可以说成见识少，但并不代表要表现傻的一面。然而剧中的溪水一直在表现吃货人设，为了突出人物的可爱一面，就拼命强调这一点，似乎也陷入了某种固定模式。而作为第一男主出现的欧豪，有不少网友吐槽他演技一般，并且台词功力有待提升。几个爆发点确实处理得不到位，后期配音的原声也略显厚重，念台词的感觉有些强烈。但整体来看，其实他在演技方面没有大毛病，以他的资历来说，已经算是及格了。这已经是欧豪和陈凯歌的2度合作，他此前接触的大部分是电影，从大荧幕回归小荧幕之后，确实需要慢慢适应。欧豪是典型的电影脸，个人特质很浓，在大荧幕上会更有吸引力，同时也能拥有更强烈的质感。好在欧豪和谭松韵两人的 CP 感还算不错，谭松韵确实是百搭 CP 类型，至今为止，他和合作过的男演员之间的 CP 感都比较足，这一次我们也能感受到两人的火花。02，最抢镜的他，实力小生欧豪，凭借锦衣之下爆红的谭松韵，老戏骨金世杰，竟都被他的出现抢去了风头。她就是秦岚。秦岚在剧中饰演的金秀娘，是8型商女之主，也是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天下花魁。她美艳动人，成熟妩媚，同时拥有过人的智慧，这样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的女子，难怪如此抢镜。秦岚近期可谓人气大丰收，一边在《怪你过分美丽》中饰演霸道女经纪人，气场过分强大，一边又是《奇人传》里的娇媚金秀娘，她的演技从未让观众失望过。相比之下，虽然以灵动少女感著称的谭松韵在这部剧里依旧灵气十足，活泼可爱，但观众其实更偏爱秦岚这种有成熟韵味的姐姐型。03，想要的太多，能给的太少。聪明过人的少年意外被选中担当大任，在外八行之中主持公道，各路高人为扶持他各显神通。但在已经播出的前8集之中，《奇人传》的剧情略显拖沓，还有一些明显的漏洞存在。华民初第7集才决定成为持卷人，这时候观众才明白作为持卷人的意义是什么。前面一直在描述外八行要解散，但为何不是一声令下的解散，而是要大费周章？解散之前，外八行需要用实际行动来明白是非对错。要明白，虽然身为江湖人，
但在特殊年代之中，他们一样可以为这个国家出一份力。这一点上，观众需要慢慢体会才能找到答案。故事的主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模糊的状态。原本这部剧的篇幅并不长，但用了大量的片段来做铺垫，观众也是云里雾里，大大降低了追剧的欲望。整体来说，编剧为这部剧设定了全新的世界观和宏大的架构体系，同时又是一部群像剧，每个角色的设定都需要丰富饱满。然而，在架构搭建好的同时，却没有办法用相应的剧情去承接架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想要的太多，能给的太少。当然，作为民国剧之中的新尝试，《民初奇人传》还是有不少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。作为原创剧本来说，这部剧已经十分难得，如果剧情能够再严谨一些就更好了。希望后续的剧情发展能够打动人心。谭松韵和欧豪这对 CP， 你站对了吗？2. 欧豪贴心陪伴丧母的谭松韵，两人甜似小情侣但否认恋爱。90后小花谭松韵年初在《演员的诞生》里独特的表现，为自己打开国民度。其实谭松韵的履历不低，在《甄嬛传》《八月未央》都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事业逐渐进入正轨之时，谭松韵的母亲却发生车祸意外身亡，可见世事无常，令人惋惜。不过，坚强的谭松韵很快就重新站了起来。日前有媒体拍到谭松韵外出的画面，小姑娘当日穿着白色外套，披散着头发，笑容满面，心情不错，不时嘟嘴卖萌，显然已经忘却了丧母的悲伤。此刻陪伴谭松韵的正是和她在外八行合作的欧豪。这一天，欧豪开车和谭松韵一同出行，抵达目的地后，谭松韵下车找停车位，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。欧豪很快也下车环视一圈，很快发现一个可以停放的车位。为了方便欧豪停车，谭松韵还主动把碍事的摩托车挪走。没想到这娇俏的姑娘还有这般神力。欧豪本想去帮忙，发现对方自己能完成后，又返回驾驶位停车。很快，欧豪就把车停放好。此时，谭松韵则绕到副驾驶的位置，从座位拿出一款品牌包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谭松韵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车里只有欧豪一个同伴。男女演员这样公开的聚会，要官宣的节奏吗？从二人熟练的动作来看，显然不是第一次约会了。二人一同聚餐直至夜晚，出来后欧豪站在原地喊了代驾，看样子是喝了不少酒。二人先后上了同一部车离去，显然这一天没有那么简单的结束。和马思纯分手后，欧豪和谭松韵在外八行合作，当初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如此亲密，现在看来二人应该是因戏生情。至于是爱情还是友情，答案很快揭晓。消息曝光后，谭松韵方面否认假的，朋友间吃饭而已。看来纯属一场误会。不过恋人都是从朋友开始发展的，谭松韵这个时候正需要他人陪伴。看样子，欧豪真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。